西游记14，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，只露出一个头和一只手。他挣扎了一阵，发现完全动不了，只好放弃。那五行山旁浮有1000斤重，压得他连呼吸都困难。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望着天空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曾经的齐天大圣，如今却被压在这山下，连动弹不得。这一切来得太快，快得让他来不及反应。他想起花果山的猴子猴孙，想起水帘洞的石床石凳，想起那些和他一起喝酒吃肉的朋友，不知道现在他们怎么样了，有没有被天兵欺负，有没有吃的。他想起菩提祖师教他本领时的场景，想起祖师说你这去定生不良时的眼神，那眼神里有担忧，有无奈，还有预知未来的悲伤。师傅啊，悟空喃喃自语，您老人家真是神机妙算，老孙果然闯祸了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该那么张狂，不该偷蟠桃，不该盗玉酒，不该窃仙丹，不该大闹天宫啊！他又想起如来方才说的话，玉帝修了1750劫，每劫129600年，那是多少年？他算不清楚，但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。难怪人家能当玉帝。悟空叹了口气，老孙才活了几百年，就想抢人家的位子，确实是有点不自量力。人家修了多少年，老孙才修了多少年，这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啊！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苦笑了一声，一笑牵动了身上的伤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疼！这山压的老孙浑身都疼，连笑一下都不行。哎呦！他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山真重啊！老孙这把老骨头，怕是要被压散架了。500年，老孙真要在这底下压500年吗？他闭上眼睛，想要睡一觉，可是身上压着一座山，哪里睡得着？翻不了身，动不了手，连转个头都困难，这哪里是睡觉，这是受罪啊！他睁开眼睛，望着天空中飘过的云彩，忽然觉得那些云彩真自由啊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像他被压在下面动弹不得。曾经他一个筋斗云就能飞108000里，如今连抬手都难。云啊云！悟空自言自语，你们能不能帮老孙带个信去花果山，告诉老孙的孩儿们，就说大王没事，就是暂时不能回去，让他们别担心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别让天兵欺负了。云彩无言，只是静静的飘过。他们听不懂悟空的话，就算听懂了也帮不了他。悟空看着云彩远去，心中更添几分凄凉。悟空又叹了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夜越来越深，风越来越冷，他身上的盔甲也越来越凉。这漫漫长夜该如何熬过？这一次他真的睡住了，在五行山下做了他500年来的第一个梦。梦里他不再是那个被压在山下的囚徒，而是那个自由自在的齐天大圣。他梦见自己回到了花果山，梦见那些猴子猴孙围着他欢笑，梦见水帘洞里的瀑布哗哗的流着，梦见那棵老桃树上结满了红彤彤的大桃子，孩儿们喊着大王回来了，那声音真好听啊。梦里他笑了，那是发自内心的笑，没有伪装，没有算计，只有纯粹的快乐。可惜这只是梦。五行山静静地矗立在大地上，5座山峰在阳光下闪烁着不同的光芒，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对应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行。这座山将陪伴悟空度过漫长的岁月。他不知要在这山下压多少年到1年、10年、100年、500年。春夏秋冬4季轮回，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。他只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来揭开山顶的帖子，救他出去。那个人会是谁呢？那个人会是他的师傅，一个能让他心甘情愿跟随的人，一个能让他放下桀骜的人，一个能带他走向正道的。那个人会带他走上另一条路，一条从齐天大圣到斗战胜佛的路。那条路比取经路更长，比五行山更难，但也更有意义。凌霄殿外战雷将，如来掌中翻筋斗，五行山下500秋，带师来解金贴咒，心猿收信归正道，从此西天取经游，108000里路远，终成斗战胜佛侯。500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对悟空来说，这500年是惩罚，是磨练，也是
成长的开始。远方的天际，一缕晨光即将升起，那光芒会照亮五行山，会照亮悟空的路，也会照亮那条通往西天的取经之路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17章，观音菩萨奉旨东行，五行山师徒相遇，取经大业就此展开。